你居然真的带着妖物回来了！第八侍女所制木偶，屠尽全族。爹，15年前，你为了这句慎言，亲手害了我娘和阿姐。今天，我来应验它了。不！圆圆，闭眼数到3，再睁开。1、2。哇，阿姐，这是爹爹新做的木偶吗？比外面卖的好看1000倍、10000倍。圆圆，这不是爹做的，这是我做的。可是爹说女孩子不能学做木偶的呀。没事的，只要我拿这个木偶给爹看，他一定会允许我光明正大的制偶。这下好了，爹再也不用担心技艺失传了。圆圆乖，你就在这里吃糖，阿姐一会儿就回来。好，圆圆等阿姐回来。阿姐怎么还不回来？我来找阿姐，阿姐在里面。二小姐，家主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我给阿姐留了糖，她吃了糖就会跟我回家的。二小姐，请回吧。余家立足100年，何曾见过这般精巧到邪性的偶人？造孽呀，简直造孽！家主，你看看他的眼睛，像活的一样。这莫不是云家100年家书谶言上说的那个邪门偶人？烧了，赶紧烧了！爹，不要，那是我的心血。烧了这只云柔木偶，他日后还会做出新的。家主，斩草要除根呐！谶言免试，第8侍女所制木偶屠尽全族，依我之见，直接杀了。各位叔伯，柔儿年纪还小，这木偶虽然精细了些，但也不一定就是谶言里说的那个。你糊涂！宁可错杀1000，绝不放过一个！你要为了一个女儿，把全族的性命都搭下去吗？云和琛，你今天若下不了这个手，我们就替你代劳，到时候别怪我们不顾同族之情。柔儿，因为那谶言，原本第8代的女儿一出生就该被溺死。我不忍因一句谶言就要你的命，这才容你平安长大。可如今，你竟能做出如此逼真的偶人，为了全族，爹只能牺牲你了。住手！何琛，你要杀柔儿，那就先杀我！家主，你糊涂啊！那人可是要屠尽全族的。你也是云家人，难道你就不怕死在那木偶手里吗？让开！这是为了云家，为了所有人能活下去。老爷，柔儿是你亲生女儿啊！我求你了，放过她好不好？家主，万万不可有妇人之仁！今日不杀他，他日死的就是我们所有人！云家第8代还有一个女儿，既然杀了，就杀全。府里总不能接二连三的死人，等过了这风头，我会处理了冤婴，保全族无虞。命啊，都是命不好啊！柔儿年纪轻轻，夫人也正值盛年，怎么就这么去了？真是天妒红颜。听说了吗？大小姐失足掉进井里，夫人为了救她，也跟着双双毙命了。圆圆，给你娘和阿姐磕头。
陛下，大势已去，前路已绝，交出玉玺，星派可留你一命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何救朕？云家下一代家主。皇上，您又梦魇了。不是梦魇，是天视。天视，朕梦见坠崖将死，是一位神女携木偶画凤救驾。她说，她是云家下一代家主。云家，可是那个智偶世家。正是。去打听云家如今情形。是。若云家下一代家主当真是女子，便封为太子妃。皇上，朕梦中救驾之人，绝不会无缘无故入梦。快去。是，陛下，奴才这就去。家主，此女绝不可留。不可。可她是第8世女。家书上写得清清楚楚，第8世女所制木偶无尽全族。如今夫人和柔儿刚死，偏偏只有她活了下来。家主，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柔儿没了，夫人也没了。若她真是云家的祸根，我不能拿全族人的命去赌。那就趁她还未学会制偶，早些断了后患。等丧事过后，找个干净些的法子。老爷，宫里来人了。不知公公驾临，有失远迎。云家主，先接旨吧。皇上有旨，若云家下一代家主为女子，便封其为太子妃，入主东宫，钦此。都起来吧。恭喜啊，云家主！公公，这喜从何来？皇上为何忽然有此旨意？皇上昨夜梦见自己坠下悬崖，危急关头，有一名女子携木偶而来，那木偶化作白羽凤凰，拖着皇上飞回皇城。皇上问那女子是谁，那女子只说自己是云家家主。皇上醒后便让杂家打听云家，听闻云家从未出过女家主，皇上便放了这句话：云家主，若你们云家真能养出一位女家主，那可就是未来的太子妃了。公公一路辛苦，小小心意，还望公公笑纳。云家主客气了，咱家还要回宫复命，就不多留了。公公慢走，我送公公。哥，太子妃啊，咱云家就是皇亲国亲了。柔儿没了，可云渊还在。是啊，这一辈云家女儿只剩她一个。来人，老爷，去把二小姐叫到我书房。是。哥，可她是第8世女。只要她能做女家主，她就是云家的富贵。至于趁言，等她替云家换来东宫的位置再说。爹，圆圆，过来，别怕，爹叫你来是有正事。什么正事？从今日起，爹亲自教你做木偶。爹以前不是说我还小吗？以前是以前，如今你阿姐不在了，云家这一辈的女儿只剩你一个。皇上今日放了话，若云家下一代家主是女子，便封为太子妃。太子妃？对，只要你学好制偶术，赢下家主大比，成为云家下一任家主，将来你就能入东宫，成为太子妃。
可是我不会做木偶。不会就学，爹亲自教你。圆圆，你要争气，你阿姐没做到的事，如今只能由你来做。是，爹。朽木，整整10年了，你刻出的东西连市井还童都不如，滚去全家反省！大哥，大比在即，借一步说话。咱们纳了这么多房，一个女儿都没生出来，眼看太子妃的位子要飞了，难道我能凭空变出一个天才女儿来？大哥，自己生来不及了，但我们可以建一个。城西柳家是个挚偶旁支，那柳氏刚死了丈夫，但她膝下有个跟渊渊同岁的女儿，听说手上一把刻刀出神入化。只要大哥肯委屈一下，把那柳氏娶进门做续媳，那他的女儿顺理成章就是我云家上了宗伯的嫡女。只要能保住太子妃之位，谁生的又有什么关系？正是。汝儿，看清楚了，过了这道门槛，你就是云家名正言顺的千金。你亲爹没给你的泼天富贵，娘今日全给你铺好路了。娘放心，一个连木头都削不明白的废物丫头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夫人、汝儿一路辛苦，各房的叔伯们都在正厅等着了，随我进府吧。大比在即，老天垂怜，从今日起，柳氏便是正氏。云汝已记在名下，入我宗嫡。汝儿，别光顾着说，给你父亲露一手，虽比不得那些老师傅，但胜在有股灵气。是，娘。父亲，请用茶。好，好，虽欠火候，但这股子灵气，正是京城里贵人们喜欢的样子。是啊，即便动作生疏些，可这木偶的眉眼刻得像云如小姐一样美，进攻足够了，比那只会刻烂木头的云渊强100倍。阿姐，你能看到吗？我也学会了，可我现在不能说，我要等大比那天彻底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。你今晚在这里好好待着，我明日再来。小姐，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吗？确定，不然我明日怎么赢下大比？今日便是云家家主更迭大比，太子亲临，诸位云家子弟承保。原本以为云家身为挚偶世家，能有什么惊世杰作，现在看来，云家子弟的手艺也不过如此了。殿下莫急，接下来的才是重头戏。汝儿，是父亲。
我的天，这哪是木偶，这分明是活过来了！神医明秀，云家竟出了这样的奇才，那是我用6年心血养出来的，他明明该在我的箱子里。姐姐，我的作品已经展示完了，姐姐准备了6年，想必做的木偶定是惊为天人，快让大家伙儿也开开眼。行呀，我的好妹妹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有鼻子没眼睛的！云渊，你拿这种烂木头来充数，是故意消遣姑吗？还是你认为姑也像这烂木头一样粗鄙不堪吗？逆女，你竟敢如此敷衍大比！这不是我的木偶，那个才是。姐姐，我知你好胜心强，可这明明是我这几年来熬尽心血才感制出来的偶人。你纵然技不如人，又怎能如此颠倒黑白？荒唐！云汝姑娘的技艺，姑在东宫便亲眼见过多次。倒是你云央，一个连家门都极少出的深闺女子，怎么可能做得出这种通灵的物件？既然妹妹说这木偶是你亲手一点点凿出来的，那你定然对它极为熟悉了。自然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它身长几许，臂长几何？怎么，妹妹既然说这偶人是你熬尽心血赶制出来，难道连这骨肉尺寸都记不得了？这偶求的是神韵，谁会去记那些死板的数字？身长应是8尺，臂长是身长8尺3，臂长4尺1。为了让木偶通灵鲜活，这6年来，我日日以精血喂养，手上全是刀兵血痕。你呢，妹妹？你那双手上可曾有为了制偶留下的伤？再者，妹妹这些日子日日忙于出入京中名流雅妓之间，敢问哪来的时间闭门制偶？这偶人如何穿金引线？如何定五官？如何细雕？妹妹可否说出一二来？够了，人贵自重。云渊，大比输了便输了，但你这般当众诋毁亲妹，指鹿为马，简直恬不知耻。云家主，姑今日总算是开了眼，你这亲生女儿为了能嫁进东宫，真是不择手段。你难道真打算眼睁睁看着这毒女苛待云汝这般才女？逆女，你是不是看自己的偶人上不得台面，生怕丢了你那点脸皮，就想强取豪夺，将汝儿的东西据为己有？爹，我没有。闭嘴！云和琛怎么会生出你这样不知羞耻的东西，简直有辱门楣！我没有撒谎，是他调换了我的偶人。云渊，你还不认错？若再执迷不悟，我今日就当着列祖列宗的面逐出云家，从此老死不相往来。渊儿何错之有？云家主，姑看你这大女儿不仅技不如人，德行也有待考究。你还不认错，非要在这跟前把我的脸丢尽吗？我没错。好，你既然执迷不悟，那我云家今日就留不得你。从现在起，你被逐出云家，给我滚出去！来人，给云居丢出去。是，老爷。父亲，当真如此要冤枉之儿吗？爹，从此我不再是云氏族人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从今往后，宗牒上不会再有你的名字。你死在外头也别说是云家的人。自作聪明的货色，偷到二小姐头上了，真是咎由自取。这种天，又没钱又没衣裳，怕是明早巡街的就要抬她去乱葬岗喽。娘，阿姐，渊渊出来了。在大比上被人羞辱，还不允许我开口为你澄清。云渊，你懂我有多难受吗？不这样，我怎么能顺利脱离云家？我知道，你是想趁此机会脱开那些伪善之人，
刚好，我也不想看见你赢得大比，嫁给那个庸庸无能的太子。云渊，想离开吗？我帮你啊。屠族，萧闯夏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了？你虽觉醒了意识，但归根垫底，你只是个木偶。木偶若敢伤人，那是逆天而行，会被天雷直接劈成齑粉。萧平少，你是活腻了吗？自然是不会腻的。云渊还在，我怎么舍得死？如今天寒地冻，云渊的身子娇贵，想吃什么，我带你去吃。云家那帮人巴不得看我饿死、冻死在街头。若无这些银钱傍身，明儿一早，我怕是就要被那些拍花子的抓进秦楼楚馆里抵债了。谁敢动你，我就让谁化成木桩。走吧，去春风楼。多吃点儿，以后在云府，怕是没这种好伙食了。怎么总是四肢冰凉？不知道，这几年越发畏寒了。你该回去了。云汝现在拿你当宝贝，肯定把你摆在最显眼的地方炫耀。若是一回头发现你不见了，再发现你能斗走，你我都得被当成妖邪烧了。真不想离开你。要不是为了帮你回云府打探消息，守着那点还没算完的账，我才不会去看那个女人的脸。云渊，接下来的路想好怎么走了吗？想好了，在这之前，我得让自己死掉。求求大哥，通传一声，我要见爹。去，哪儿来的叫花子？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滚远点！我是大小姐，我好冷，给我一口饭。大小姐，咱们家主刚亲口说了，云家没你这号人，再敢纠缠，打断你的腿！三爷，这废人赖在门口不肯走，惊扰您了。云渊，都已经将你从宗敌上除了名，你还来做什么？别在这儿晦气，滚远些！叔叔，我好冷，好饿，求您给口饭吃吧。脏死了！这衣裳可是苏绣，你也配摸？这不是冤姻吗？怎生这般狼狈？三爷，你看这孩子身子凉成这样，怕是要出人命，还是快些让他进府暖和暖和吧。他已经不是云家的人，和你我并无瓜葛，不必管他生死。别忘了，他是为什么被逐出去的。到底是我看着长大的姑娘，我怎忍心让她去死？爹，家主，你真打算救她？这丫头占着个第八侍女的名头，虽说从宗图上划掉了，可只要她活着，我这心里总觉得像悬着把刀。三弟的意思是，不管她死活。正是，如今她当不了太子妃，对云家来说就是个废人，留着还要惹祸。况且，柳氏刚才派人传信，说她又有身孕了。当真？千真万确，家主又要添丁了，这才是咱们云家的希望啊！舍了一个无用的女儿，换全族平安和添丁之喜，这买卖还不划算吗？三弟说的对。家丁听令，锁死大门。从今往后，不管这乞丐在门口怎么折腾，都不许开门。谁敢放他进来，直接乱棍打死！家主，那是渊渊啊，那是你的亲骨肉，天寒地冻的，你这是要他的命啊！你这妇人懂什么？别在这碍眼！这好料子，给了死人也是浪费。这丫头命
命真硬，还没死透吗？怎么样？家主说了，死在门口晦气，要是没气儿了，赶紧抱上去。没气了，小姐夫，这小乞丐没气了，人死了，死了，真的死了。怎么样？家主怎么说？是抬进去还是？家主说，这种冻死的人怨念最重，又是刚被除了名的，根本不是云家的人。他吩咐了，嫌脏，不准任何人碰。那就让他在那儿躺着。家主说了，无需给他收尸，反正明日一早，自有巡街的侍卫会把这无人认可的尸体拉去乱葬岗。家主这心真是狠呐！谁说不是呢？好歹是亲生骨肉，养了10几年的亲生女儿，说扔就跟扔块破布似的。怎么总把自己弄得如此狼狈？小唐香，我的脚好冷。既然已经逃出来了，为什么要让他们以为你死了？只有他们都认为云家大小姐死了，我才能以新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。其实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现在就能回去替你屠了云家。小错吧，我不要你以木偶之身废我屠族，要屠，我自己来屠。可他们如今得太子庇佑，我必须有一个能够与太子相抗衡的身份。你要我查的事情，我去查了。说吧，皇室那边怎么说？先皇后极爱听木偶戏，过去常邀云和琛入宫表演，她生下的小公主也受了影响，最爱学刻木为偶。我知道那木偶是什么样的。当时我爹一共做了3个一模一样的木偶娃娃，2个留在府里给我和阿姐，剩下1个带进了宫。那是个穿红裙、绑着长辫子的娃娃，阿姐那个早被烧了，我那个一直摆在我的床边。17年前，木兰春猎，先皇后带着4岁的公主前往围场，结果半途遇袭。先皇后虽然无碍，可公主却在混乱中失踪了。皇家找了这么多年，连根头发丝都没找着。可有细节？听说公主走失时，怀里还紧紧揣着云家送的那只小木偶。这就够了。你手往上一点。我洗完处冻得生疼。云汝大婚在即，你作为她的嫁妆进宫后，替我去办2件事。第一，去内务府或是冷宫找先皇后的画像，描摹下来带给我。第二，打探清楚那位失踪的小公主身上可有什么显眼的胎记。那若是办成了，有奖励吗？你要什么奖励？怎么，又想让我给你喂精血了？不，我舍不得你再受伤。今晚让我留在房里守着你好不好？于渊是在害怕吗？怕我惊扰你？可我到底只是一具木偶，连心跳与体温都没有，绝不敢对你有半分愉悦。你不说话，那我当你默认了。瞧瞧，云家这回真是飞上枝头了。这2小姐嫁进东宫，云家就要成皇亲国戚了。是啊，那嫁妆里听说还有尊绝世木偶，价值连城呢。东宫那边可打听清楚了？画像我带出来了。于渊，初见这画像时，我在偏殿愣了许久，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。你来看看，看过之后，你必定也会感到万分震惊。这，你也觉得像吧？画中这人与我那死去的亲娘有7、8分相似。何止，跟那个进了云家门的继母也有5分神像。萧庭香，你这画工描摹的语言画像可有出入？我的画技是你手把手亲自传授，你觉得会有出入吗？当年我爹常进宫给先皇后表演木偶戏，难怪他找的续集原来都照着这位主子的模子刻出来的。皇上生的什么模样？画出来让我瞧瞧。
若是他们的孩子，鼻子该比我的挺一些，眉毛再细一点。最后，像在拆解一件再普堂不过的账，画出皮囊。我的云渊，是想亲手换一张脸吗？云渊已经死在雪地里了，我得换张对我更有利的脸。虽然你变成什么模样我都喜欢，但我还是想牢牢记住你最开始的样子。即便换了皮囊，刻骨之痛也避不开。云渊当真不悔？若不借这副皮囊，我在这世间已是死人。这片竹林倒让朕想起不少旧事。那是猛虎！皇上当心，保护皇上！不止猛虎，皇上您看，对面还有一只花豹。好勇猛的畜生！来人，给朕猎下他们！怎么中箭了也没反应？怪了，都打成这样了，他们怎么一点声音也没发出？是啊，虎豹相争，怎会连半声咆哮吼叫都没有？去个人，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是，陛下。皇上，这是假的，是木偶戏。这世间竟有如此逼真的木偶！你们是何人？为何要放箭伤我的木偶？放肆！圣驾在此，竟敢出言冲撞！皇上，就是这女子在林中摆弄这些古怪玩意儿，这才惊扰了圣驾。这木偶虎豹栩栩如生，便是静止不动也带杀气。朕怎么感觉这手艺比云家制作的还要逼真几分？小姑娘，你也是云家的人吗？不是，民女只是寻常百姓，因为打小喜欢木偶，便自己做着玩的，请皇上恕罪。你抖什么？朕是天子，又不是食人的猛兽，难道怕朕会吃了你不成？把头抬起来，让朕瞧瞧。皇上，您瞧这位姑娘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民女不确定。皇上恕罪，民女若知道是您的圣驾经过，今日就算借100个胆子，也不敢出来叨扰。不确定？这世间哪有人连自己的年纪都不确定的？民女是阿爹收养的，阿爹说，捡到我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奶娃娃，看着也就4、5岁的模样。如今17年过去了，阿爹说我眼下应该是21、22岁。那你养父呢？他如今身在何处？带他来见朕。他在去年冬天病死了。走，带我去你的住所看一下。是，陛下。这木偶娃娃从哪来的？回皇上的话，阿鳖说，他当年捡到我的时候，这娃娃就揣在我怀里。这娃娃，你一直带在身边，
阿爹说这是我的念想。民女之前一直住在京郊西南深山里，阿爹性子古怪，从不准我跟外人说话。他说捡了我，只是想让我以后给他养老送终。那你为何会出现在这竹林？阿爹临死前才肯说真话，他说他是在这竹林附近捡的我，让我回来住，说没准能在这儿遇上亲生父母。公公，奴才在。传2个妥帖的宫女过来，带着姑娘去车轿内，仔细验一验。2位王爷，这位云渊姑娘疑似是当年失踪的公主。父皇，此女虽然与您面相生得颇像，但天下之大，相似之人何其多。这种乡野孤女，说不定是哪儿冒出来的骗子，怎可能会是？皇兄何必急着下定论？瞧这姑娘走失的时间、丢弃的地点，可都严丝合缝地对上了。那又如何？太子急什么？是真是假，让2个宫女带进去验一验，不就水落石出了吗？你听宫女的话，先跟他们去轿里验一下再说。姑娘莫怕，奴婢只是奉旨办事。姐姐，你瞧这儿。启奏皇上，奴婢仔细查验过了，姑娘周身只有一处印记，就在后腰处，呈梅花状，颜色殷红。嬛嬛，是真的，嬛嬛回来了。你瞧瞧，自打朝宁公主回宫，皇上恨不得把国库都搬到咱们这儿来，那是自然。你没瞧见公主那张脸，跟先皇后简直一模一样，皇上看着她，眼珠子都不舍得搓一下。嬛嬛，这些年你在外受苦了，朕总是想，若是当初没把你丢了，你本该是全天下最尊贵的姑娘。父皇厚爱，嬛嬛能回来陪在父皇身边，已是上天垂怜。这些身外之物，嬛嬛实在受之有愧。你这孩子就是太懂事了，朕赏你什么你都受着，却从未开口管朕要过一件东西。嬛嬛，你告诉朕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只要这世上有的，朕统统给你寻来。父皇这么一说，女儿倒是想起一事。快说，什么事？女儿自幼流落民间，倒没什么旁的爱好，唯独喜爱看那精巧的木偶戏。女儿听闻京中云家善演木偶戏，技艺天下一绝。父皇，能否让他们入宫表演给女儿看看？朕当是什么难事，原来是想看木偶戏。你少时在襁褓里就最爱看云和琛表演木偶戏，朕明日便让他入宫。日后若是想看，你随时喊他便是。女儿谢父皇恩典。草民云和琛叩见朝宁公主，公主万福金安。演吧。这声音怎么这么像那个逆女？不可能，云渊已经死在雪地里了。公主，奴婢听说这云大家在宫外傲极得很，因着患有痛风，每日只肯演一出戏，那是给旁人看的规矩。在咱们公主面前，她便是骨头断了也得演下去。本公主没尽兴，云大家还有吗？有的。
还有吗？有。还有吗？回禀公主，草民才疏学浅，已经没有什么戏可以表演给公主看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可我还没尽兴呢。要不然这样，你重新再演一遍吧。云大家，戏演完了还不快走？没瞧见公主都罚了吗？赶紧的，别赖在宫里触霉头。对了，公主还有什么吩咐？我很喜欢你的木偶戏，明天继续。汝儿，磨蹭什么？云公主，这太子妃怎么回事？盯着公主瞧个没完，真是失礼。听说这位云姑娘前阵子病了，怕是烧糊涂了。公主昨日让我爹接连演了7个时辰的木偶戏，连口水都没让她喝。我爹的手酸得抬不起来，今日无法入宫表演，特让我来向公主告假。乔婉，你是不知道如何为人处事吗？怎么能让姑的乐章连演7个时辰？太子哥哥恕罪，实在是云大家的木偶戏演得太勾人了。缓缓自幼在乡间，哪见过这等神乎其神的技艺，一时看住了，竟忘了时辰，这才失了礼目。少在这巧舌如簧。云姑娘，真对不住。这样吧，等云老爷身子养好些，我定请他夫妇2人入宫，补上一份厚厚的赏赐，当面赔罪。公主有心了。那日是本公主不好，贪看细描，伤了云老爷的手。这些小玩意儿，还请云夫人莫要嫌弃。公主折煞草民了，能为公主效力是云家的福分。这是父皇特意嘱咐给女儿补身子的参汤，今日小厨房熬得多，便赏给2位尝个鲜。这可是皇家的福泽。听说了吗？云府出大事了。可是那位领了赏赐出宫的云夫人，正是听说回府没多久就腹痛难忍，那血流了一地。云小姐急疯了，请了满城的太医去，保住了吗？保什么呀？6个月大的男胎生生落了下来。听说云老爷见着那盆血水，哭得嗓子都哑了。乔皇，你这个蛇蝎心肠的毒妇！我家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爹杀我娘？云姑娘，你这是在说什么？本公主听不明白。太医说了，我娘是喝了堕胎药。太子妃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婉婉听不明白。说，你接着给我装！我娘已经有了6个月的身孕，那是我们云家的命根子。你让她喝堕胎药，她刚才大出血，差点一尸两命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娘年纪本就大了，这次滑胎，她这辈子都毁了。乔云，你这个从山里出来的野种，心肠怎么能这么黑？那可是父皇亲赐的参汤，我见夫人操劳才赏了1碗，怎么可能是堕胎药？太子妃，你莫要冤枉了嬛嬛。太子妃，若真的是婉婉的错，
婉婉愿去父皇面前领死，可那汤经了多少人的手，你为何只盯着我不放？除了你还能有谁？乔王，孤原以为你只是粗鄙了些，没想到竟是如此歹毒。太子哥哥，连你也不相信婉婉吗？相信你？你在山野里学的那点害人的本事，真当孤查不出来吗？孤要让父皇知道，他宠爱的女儿究竟是怎样一副蛇蝎心疼。你说缓缓下药害命，这绝不可能。缓缓纯良，怎会做这种事情？父皇，您莫要被他的表象蒙蔽了。他先是假借看戏之名，让云和琛接连演了7个时辰木偶戏，以此损毁他的双手，手段已是阴毒。父皇，我娘腹中可是云家的嫡子，那是6个月的性命啊！乔婉亲手端来那碗参汤，我娘喝下不到半个时辰便出了事，此等心肠，着实恶毒。演戏一事，那是婉婉心思单纯，难得回宫，喜爱看木偶戏，便忘了时辰，并未考虑那么多。至于堕胎药，查，让慎刑司把昭宁宫翻个底朝天，朕亲自盯着，查清之后，定要还婉婉一个清白。乔王，你现在求饶还来得及，等下药渣和药罐被翻出来，我看你如何收场。云姑娘，嬛嬛问心无愧，只是没想到你要如此陷我于不义。启奏皇上，启奏太子殿下，朝宁宫上下里里外外都搜遍了，药碗是干净的，小厨里的药渣也全是普通的温补药材，并无半分堕胎药的成分。不可能！再查一定在那偏殿里。审问了所有经手的工人，口径一致，当天参汤确实煮多了，剩下的都在瓮里。奴才找人验过，那汤并无问题。胡闹！朕的婉嬛好心赏赐补汤，竟被你们恶意揣测成杀人凶手。身为兄嫂，你怎么连自己的妹妹都不相信？父皇，儿臣只是……行了，滚回你的东宫去！没臣的旨意，不许踏入朝宁宫半步。萧庭念做事向来滴水不漏，药渣和药碗他早就清理干净了。妹妹今日受了天大的冤屈，我这个做哥哥的听了，实在是心疼得紧。二哥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我知道你受了惊吓，特地从集市上搜罗了这些有趣的东西给你解闷。二哥有心了。只要妹妹喜欢这宫外的稀奇玩意儿，二哥天天给你送。二哥费心了。冰儿、顺子，你们先下去吧，礼物都收进库房。今日太子所作所为，别说妹妹心寒，我这个二哥也替妹妹委屈。二哥送了这么多礼，想说什么不妨直说，嬛嬛听着呢。妹妹有没有想过，他今日如此待你，若是日后登基，你该如何自处？太子是贵妃所出的长子，占了名分，可论起文韬武略，他哪一样比得上我？妹妹有没有想过，其实能登基的并不止他一个。二哥的意思我都明白。妹妹若愿出手相助，助我成事，日后待我登基，你便是这大周最尊贵的长公主，除了朕，无人敢对你不敬。长公主不长公主的，嬛嬛并不在乎。
重要的是，二哥拿什么让我相信你有那个本事坐上龙椅？黄泉之路白骨累累，万一缓缓安错了宝，选了个空有野心的庸才，那可就是万劫不复的死罪。二哥，你说呢？妹妹果然是个心思重的人，看来这些年的苦没白受。说吧，想要二哥做什么来证明？2件事。第一，我要云家三爷和离。和离？然后砍下他的脑袋，亲手送给我。妹妹似乎真的很讨厌云家呢。那第2件呢？杀了云家大爷，记住要留全尸，置于他的卧房之中。二哥若能完成这2张投名状，那我乔文日后便任由二哥驱窜。成交。这里被他弄脏了。小沈吧，这里得留我的味道。三爷这是彻底疯了，为了春风楼那个狐妹子，就要在家里动粗。可离，这日子我一天过不下去了。你要是还有半分自知之明，就赶紧滚出云家，别拦着我迎娇娇进门。你为了个狐妹子，竟连10几年的夫妻情分都不顾了，你当真以为他是看上你这个人？呸！娇娇那是这世上最懂我的人。好，和离，云三爷，祝你与那位娇娇姑娘白头偕老。救命啊！死人了！这衣服，这不是三爷前日穿的那件吗？那是三爷，是三叔。造孽！听说三爷昨儿还去青楼寻欢，怎么一觉醒来脑袋就丢了？殿下说了，这是送给公主的见面礼，请公主亲启。三叔，以前你总说我这辈子都进不了云家的门，瞧，你现在不是来了吗？萧落虾，把这东西拿去烧了，别脏了朝宁宫的地砖。家主，您看这偶人，这身形像不像15年前阿柔小姐被烧掉的那一只？是谶言，是家书上的谶言。第8侍女所制偶人，屠尽全族。三爷没了头，大爷中了毒，下一个轮到谁了？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去查，把府里做制偶的边角料都给我封了！听说了吗？大爷死的时候，身边的木偶居然在笑。别说了，这日子真没法过了，天天看着脑袋顶上悬着刀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来。我昨晚梦见阿柔小姐回来掐我的脖子。云家那2位，如今走的倒也干脆。妹妹要的投名状，二哥已经办妥了。二哥做事果然雷厉风行，缓缓佩服。既然礼收了，咱们之间的账也该算算了。户部尚书致仕，那个肥穴绝对不能落在太子舅舅手里。那是自然。我要你推举徐郎，妹妹，你该知道怎么做。缓缓，好端端的，怎么站在这风口发呆？回皇上，公主已经站了1个时辰了，谁劝都不听。缓缓，跟父皇说，谁给你的委屈？可是瑞王惹你了。太子妃似乎很不喜欢我。婉婉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与朕仔细说说。父皇，真的没什么，
不过是内务府新得了一袋裸子带，本说是要分一点送到我这儿来的，结果太子妃得知后说东宫最近用度大，让人全给劫了，一股脑全送进了东宫。不过是一袋裸子带，他若是想要，你匀给他便是，何至于伤心成这样？父皇，女儿倒不是因为那点子呆粉生气，女儿是怕太子妃这般不喜欢我，连带着太子哥哥也厌恶我。我本是民间找回来的，太子哥哥才是您亲手教养大的。嬛嬛只是担心，若兄嫂都容不下我，这深宫之中，我该如何自处？傻孩子，你是朕亲封的公主，谁敢给你脸色看？有些风言风语本来不该和父皇说，可女儿受点委屈不打紧，就怕坏了您和哥哥的情分，女儿实在是忍不住了。婉婉，你但说无妨，朕替你做主。宫里的人都在传，说在我回来之前，父皇您是最疼爱太子哥哥的。可我出现后，父皇将宠爱全分了出来，甚至为了我冷落了东宫。他们说，太子哥哥这才对我不满，觉得是我抢了他的风头。放肆！朕疼爱谁，他管得着吗？朕还在这位置上，他就想指挥朕了。云氏，内务府统共就得了这些，你倒是好大的胃口，一袋也没给婉婉留下。父皇恕罪，臣妾只是觉得东宫用度紧，想着省些麻烦。哼，省麻烦？朕看你是想在朕的眼皮子底下称王争霸。来人，把这些悉数拿走。父皇，婉嬛本不想要这些的，若是惹得太子哥哥和嫂子不快，婉嬛心里不安。乔皇，不过是几袋粉袋，姑何曾说要跟你计较。既然父皇发话，你拿去便是。那是什么？取过来。父皇，那不过是些寻常书函，不劳父皇挂心。朕看这东宫，朕倒是看不得半点东西了。好一个举全族之力，好一个永远是一家人。父皇，太子舅舅可是说了什么喜事，怎惹得父皇如此动气？父皇恕罪，儿臣绝无此心，这只是舅舅私自写来的，儿臣毫不知情啊！毫不知情？信纸就压在你的文竹下，你跟朕说毫不知情？传旨，太子言行无状，即日起禁闭东宫，无旨不得踏出半步。至于他的那个舅舅，朕看他年事已高，不宜操劳，户部尚书之位，另择贤才。徐朗已经正式受命户部尚书。妹妹，你这一招借刀插人，当真漂亮。你瞧瑞王殿下今日心情多好，这次徐大人上位，东宫那边怕是要坐不住了。还是咱们公主心思深，一封信就让皇上对东宫生了疑虑。不过二哥有一事不明，那封书信被太子藏得那么隐秘，你是怎么知道他就在那盆蚊丛底下的？二哥，这从安吉新盛上来的白茶，味道最是清冽，你尝尝。妹妹心思深沉，二哥佩服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合作愉快。没了，又没了。这都是第几个了？先是三爷，又是大爷，现在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。这阵言是真的要屠尽全族。云如，云家不能再死人了，再死下去根儿都要断了。爹，您怎么成这副样子了？那句谶言是真的，第八侍女所致偶人屠尽全族。阿柔做的那个虽然烧了，可云家还有一个东西。您是说
那个偶人，那个木偶现在就摆在你的东宫里，所有祸事一定都出在他身上。你还敢瞒我？云家最近接连出事，老三丢了脑袋，老大死在屋里，昨天连你那个小堂弟都没了。那是趁言，那是索命的木偶在杀人啊！若儿，你现在的名字也上了云家宗敌。如果趁言成真要屠尽全族，你以为你身为太子妃就能躲得掉吗？是云渊做的，是大笔钱，我让人调了包。难怪，渊渊身上流着云家的血，又是第8世的女儿，那偶人通了灵，是在替他报复云家呀。爹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云渊已经冻死在乱葬岗了，难道死人还能索命？人死了，可那木偶还在，只要把那东西彻底烧成灰，没了疑魄，诅咒自然就解了。爹，这可是在东宫，若是直接放火，皇上那边怎么交代？若儿，你去找个由头，就说木偶坏了需要修缮，让我把他带出宫去。慢着，别碰他的眼睛！快把他抬走，趁着天还没带出宫外，直接烧了！云老爷行色匆匆，这是要去哪儿呢？草民叩见昭宁公主。云老爷，这不是太子妃在大比上夺魁的那具偶人吗？怎生落到你手里了？回公主，太子妃如今身份金贵，平日里要操持东宫，说是以后都不会再表演木偶戏了。她嫌这偶人摆在店里无用，倒不如让草民带回云家去。无用吗？本公主瞧着这偶儿倒是投缘得很。既然太子妃不要了，那就送到我的移民宫吧。可这，公主，这万万不可啊！怎么，你不愿意？不是，草民不敢，只是这木偶虽然样子货，但到底用了云家秘术，乃是云家的镇宅之宝，断不得随意赠人啊！可你刚才不是说它无用吗？草民的意思是，本公主刚才不过是跟你客气点儿，你倒是会蹬鼻子上脸了。今日，要么把这木偶送进移民宫，要么你就死在这里，你自己选吧。是，草民知错，草民这就将其送进公主宫中。慢着，本公主的东西不喜欢旁人乱碰，剩下的路本公主要带她自己走。公主，这云老爷也真是古怪，送个偶人还要蒙着头。许是怕那偶人长得太好，惊扰了宫里的路人吧。老实点。我今日差点就要被那老头一把火烧成灰了。祸害1000年，放心吧，你这种祸害定能活个千百年。云和琛刚才那副吃人的样子你没瞧见，他不甘心的。你不怕他等下就去找云雨扶摇，带着太子来这儿把你的人强行要走？不怕，我这就去见父皇。这种小事，他老人家向来依我。只要有我在，你只管安心。那么现在，我终于可以堂而皇上的出现在你身边了。父皇，那偶人是云家供奉多年的宝物，儿媳本是借来修缮，谁知朝宁妹妹竟在公道上强行抢夺，还掌赶了儿媳的亲生父亲。父皇，那东西本是雨儿的心爱之物，云家主也说那是镇宅之宝。身为公主，
怎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抢夺储君家眷的东西？还请父皇做主。闹够了没有？朕当是什么军国大事，火急火燎的闯进来，结果就是为了个木头桩子。父皇，一个木偶而已。你妹妹从小流落民间，受了多少苦，如今回了宫，不过是看上个玩物。你这个做哥哥的，喜欢只管让她要去便是。你身为大周储君，未来的天下之主，莫非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？儿臣知错。殿下，那偶人可是我云家的命根子，若是被长宁公主弄坏了，我爹非得弃病不可。够了，云汝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殿下，您以前不是最疼臣妾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瑞王那个野种在前朝步步紧逼，那个徐朗又在户部卡堵了姑的钱袋子，姑现在是被他们联手架在火上烤，哪还有心思管你云家那几个木头桩子？你去给姑查查，姑这1年来处处受阻，是不是都打乔云回宫之后开始的？回殿下，不必细查，朝中早有议论，说是公主回宫后，皇上的心思确实……好一个明珠还朝！既然这明珠扎眼，姑就把她踢出这深宫去。父皇，儿臣近日想起一事，心中难安。说，妹妹如今回宫已有一段时日，可她如今年岁已长，咱们总不能因为心疼她，就耽误了她的终身大事啊。太子这话诧异，婉婉受了那么多年的罪才寻回来，还没在父皇身边尽孝几日，急着嫁人做什么？我看还是多陪陪父皇的好。父皇，儿臣提议，户部尚书徐郎如今年少有为，一表人才，且尚未娶妻，论门第，论才干，他与妹妹着实是良配。瑞王，徐大人可是你举荐的，想必你对他最是了解，你觉得如何？徐大人确实稳重，才情经世，若能与朝宁结亲，儿臣也觉得甚好。嬛嬛早到了适婚的年纪，确实也该成婚了。徐朗朕见过几次，性子清冷了些，但确实是个好苗子。老奴给昭宁公主请安，皇上让老奴给您送件宝贝过来瞧瞧。公主您瞧，这位便是徐朗徐大人。徐氏是百年望族，徐尚书不仅才华横溢，更是京中久负盛名的美男子。皇上啊，对这位准驸马那是满意的很呐。皇上特意吩咐老奴来探探公主的口风，公主瞧着心里可还满意？徐大人确实是一表人才，劳烦公公转告父皇，稳闻一切，听凭父皇做主。画卷里的那个人很好看吗？你若想知道，自己看看不就成了？挺漂亮的，或者你也来看看她的模样，当真还不错。你这便想嫁人了？圣旨快下了，我总不能抗旨。你嫁给他，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你当真要嫁？萧窗了，认清你的身份，你是个木偶，不是人。木偶又怎样？别用那套大道理敷衍我，乔皇，你心里清楚，你不是喜欢我的吗？我怎么会喜欢一个木头做的物件？当真不喜欢吗？这双眉眼是你一笔一画吻开笔墨晕染出来的，这副皮囊是你照着自己的喜好一刀一刀刻出来的。我是为你而生的，和你才是天生一对，不是吗？够了。只要在你面前，我可以把谦卑温柔变成绝对。你说对，我便不错；你指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这世间谁能像我这般听你的话？云渊，你的心火难道真的甘心就这样被那个徐郎扬汤止沸？萧平调，把手放下，别太放肆了。我放肆了吗？那云渊解释一下，你的心为什么跳得这么厉害？你是不是真的对我这个木偶动了情？
云渊的心跳声比你刚才的话诚实多了。我的一切都是照着云渊的喜好长的，那为什么要躲？你疯了！快放开我！不喜欢我，声音怎么哑成这样？而且，你发现了吗？你现在根本没有把我推开的打算。这婚成不了的，我从没想过真的嫁给那个徐朗。那画像你都收了，父皇也已经动了心思。当初帮你提拔他当户部尚书之前，我就让你打探过他的情况，你忘了？徐朗今年已经29了，这种门第出身，又是京中名士，按理说早该成亲生子了。这几年去徐家说媒的人都要踏破门槛了，可他至今不肯娶妻。你是说他心里有人，还是……他必然有一个不能娶妻的理由，而我是这个理由。父皇，这圣旨一落，婉婉可就真是别人家的人了。在那之前，您总得让婉婉出宫最后放肆一回，去那春兰茶楼喝口地道的风舀茶吧。哼，你这孩子都要当新娘子了，还这么贪玩。行，朕准了。多谢父皇。公主，正如您所料，出宫的消息散出去后，果然有人求见。这是拜帖，请他进来。这副面孔明明是第一次见真身，怎么会觉得如此熟悉？徐尚书也来围炉煮茶吗？请坐。公主既然故意引臣前来，想必也是为了赐婚一事。微臣斗胆请教，公主意下如何？徐尚书仪表堂堂，年纪轻轻便执掌户部，放眼京城，自然是极好的良配。臣不敢隐瞒公主，臣至今未娶，并非心高气傲，而是因为臣早有心上人。既然早有心上人，以徐大人的家世，娶了便是，为何要拖到快而立之年，落个孤独终老的由头？因为臣想娶的那个人已经亡故了，臣无法娶一个死人为妻。既然他人都死了，你娶我进门，对你对徐家都好，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？他死了，臣便是他的未亡人，除了他，臣这辈子绝不续娶。那你今日冒死私见本公主，是想要我做什么？恳请公主让皇上收回成命。公主国色天香，前途无量，何必掉在臣这个心死之人身上？徐尚书既有此等深情，那本公主倒是好奇，能让大周探花郎甘当魏王人的，究竟是哪家的姑娘？臣钟爱之人，出自云家。云家？可是那个世代制作木偶的云家？正是。难怪我觉得他眼熟，那只木偶分明是照着少年时的徐朗刻出来的。徐尚书，你口中那位心上人，可是死在15年前的云柔？你知道阿柔？你怎会知道她的名字？自从阿姐死后，云家的人就像抹去尘埃一样，抹掉了她的一切。死亡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除了我，原来真的还有人记得她。我知道她。别跪着了，茶快凉了，起来，坐下喝茶吧。公主和阿柔认识吧？否则你刚才听见她名字时的反应不会那么大。徐郎，既然你自诩是他的未亡人，那我问你，你知道云柔当年是怎么死的吗？15年前，云府传来噩耗，说她失足掉入井中溺毙，她的母亲为了救她，也跟着坠井丧命。母女俩同一天掉进井里，这世间当真有如此巧合的事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尚书，你若真想知道真相，不妨回云府好好查查，
当初云柔入殓时，到底是什么模样？公主为什么会知道他？又如何得知这些陈年旧事？尚书不必管这些，你倒是不妨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，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若是枉死，那尚书这些年的痴情可就算是白活了。尚书放心，回宫后我会劝父皇打消赐婚的念头。臣欠公主一个天大的人情，日后若有差遣，定然结草衔环，以命交官。起火了！快救公主！为什么水都往正殿泼？偏殿呢？公主，偏殿素来无人居住，火势太猛了，救不过来啊！不对，这火是冲着萧平耍去的。公主，你疯了吗？那火里全是滚油，进去就没命了。公主，偏殿保不住了，那木偶怕是已经成灰了呀！放开我！那是什么？你们快看，那木偶怎么在那儿？是谁把他抱出来的吗？刚才明明没瞧见有人过去啊！没死，你没死！该怎样与世人形容我爱上了自己亲手缔造的木偶呢？萧冰香，我刚刚真的吓到了，和15年前失去阿姐、失去娘亲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我以为又要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我这人惜命的很。萧平商，又要入冬了，夜里好冷，以后你陪我睡好不好？别去偏殿了。都依你。好啊，在朕的眼皮子底下，竟然有人敢纵火焚烧公主寝殿。统领，查得如何了？回皇上，此物是在东宫婢女房中搜出的，且有宫人目睹，昨夜太子妃身边的侍从行踪诡秘，往偏殿泼洒了大量桐油。父皇，儿媳只是长宁妹妹带走了我的木偶，那是我云家的心头肉。我一时气急，只想把那偶人拿回来，绝没有让事情闹成这样的意思。德行有亏，细性狠毒，就凭你这副不知悔改的模样，怎堪做未来的一国之母？传朕旨意，云氏德行有亏，废去其太子妃位，即刻打入天牢。父皇，汝儿虽然糊涂，但也是为了家族旧物啊！求父皇看在儿臣的面子上，饶他这一次吧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废位之事暂缓，但从今日起，云氏受杖刑30，禁足东宫半年，无旨不得出。疼，好疼！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太子妃这板子动了胎气，腹中已成型的3个月男胎没保住。我有了身孕，小孩，是你，都是你害的。近来你一直在这宫里养伤，想必外面的消息是不大灵通了。我今日闲来无事，特意来陪你说说话。你会有这么好心？你爹云和琛昨日去酒楼喝闷酒，失足摔下了楼梯。不过他命大，只是摔断了一条腿。又不是我亲爹，摔了就好好养伤。也是，摔断腿总比丢了命好。相比之下，你娘柳氏就没这么幸运了。我娘怎么了？她肚子里还怀着云家的骨肉。她小产后伤了根基，听说你在宫里的惨状后，忧虑过度，整宿的合不上眼。我看着实在心疼，便做主请了个高明的郎中去云府瞧病。那郎中说啊，柳夫人这是内热灼心，受不得半点暖。于是下人们听了话，撤了地笼，给她换上了夏日的薄被。柳夫人的身子是真的不好，受不住一丁点寒。京城刚得的消息，人已经去了。被发现的时候啊，整个人都冻僵了，像块冰疙瘩。乔文，我要杀了你！你要杀我？你现在连东宫的大门都出不去，更别提去云府送丧了。乔云，
趁着太子尚未登基，你且先得意着，等日后你哭的时候，可别忘了现在的好日子。嬛嬛，这次受委屈了，朕废了那云氏的位分，你还不满意？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，朕都依你。父皇，女儿不要赏赐，女儿只是害怕，女儿实在忧惧。害怕什么？这次是太子妃要放火烧女儿的木偶，那下次呢？下次是不是就有人要杀女儿了？女儿知道父皇会护着女儿，可经此一事，女儿夜夜难眠，一闭上眼，梦里就全是那场熊熊烈火。父皇，女儿怕得紧。嬛嬛，朕知道你受惊了，这深宫内院，朕护得了你一时，护不了你一世。嬛嬛，若朕把左卫交给你，由你亲自统领这支禁军。女儿在此谢过父皇，有了左卫，女儿再也不怕那些流言蜚语和暗箭伤人了。乔姐美，这可是左卫，皇上怕公主受委屈，连兵权都给了，这后宫里谁还敢小瞧咱们主子？妹妹，二哥在此恭喜你了，得了左卫，这大周宫内你已是稳如泰山。二哥说笑了，不过是父皇怜惜。父皇这次对太子大失所望，觉得他过分耽于情爱，连个女人都管教不好。妹妹，这信号你我都懂。云渊，你近来可有不适？没什么大碍，除了和之前一样，时常有些头晕目眩，倒也没觉得哪里不妥。怎么了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感觉你的身子好像越来越凉了。你明日便去传御医，让他们好好看一看吧。公主身体的温度确实低于常人。张太医，我家主子近来手脚冰凉的厉害，连炭火都捂不热，您快给仔细瞧瞧。微臣细细检查过了，公主身体康健，脉象稳健，除了这身子冰凉的几怪，倒真的没有其他问题。公主可是自幼畏寒？是，打前便惧寒。那便对了，时值冬日，手脚冰凉，许是气血亏损的厉害。微臣帮公主开一些补气益血、温经散寒的方子，每日配着参汤喝下，调理越许便好。嬛嬛，这都入夏了，你的手怎么还是这么凉？朕换了几批人，调理了半年，为什么公主还是这副样子？你们这群废物，连个畏寒都治不好吗？父皇莫要动气，许是女儿体质特殊，到了夏天倒也觉得清爽，甚至额角也总是干干净净的。云茹，她不是在东宫禁足吗？殿下，那前面似乎是宋将军府。太子殿下，深更半夜，您这是何意？族员，你教出的好儿子，竟敢勾引太子妃！搜，给姑去后院搜，凡是活口，统统拿下！微臣参见殿下，出什么事了？那个贱妇呢？姑亲眼看到她进了你的宅子。殿下，屋内没有女子，连暗道也没有。不可能，姑绝不会看错。云渊，成了。顺着水流，他们会自己回来，现在就只需要等待了。皇上，老臣冤枉啊！犬子昨夜一直在房中安睡，太子殿下竟带兵私闯民宅，污蔑犬子通奸。他不仅打碎了臣的家传屏风，还把犬子打成重伤。老臣为朝廷出生入死，太子竟如此羞辱将门，还请皇上为老臣做主啊！好一个储君，好一个大周未来的皇帝！深更半夜带兵私闯功臣府邸，只为搜寻子虚于有的通奸证据。乔真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？父皇，儿臣是真的亲眼看见了云氏。够了！宋将军乃两朝元老，其子宋公子向来端方自持，你竟为了一个禁足的女人，将将门尊严踩在脚下。朕原以为你只是平庸，不曾想竟如此荒唐悖乱。储君之位关乎社稷万民，你不堪为大周储君。此次泰山封禅，太子留在京中闭门思过，
至于废黜之事，待朕归来再行宣旨。贱人，你那夜到底去哪儿了？是不是你故意引姑去将军府？是不是你和瑞王联手害姑？殿下，臣妾那夜一直待在店里啊，所有工人都能作证，臣妾连大门都没出过一步。证人，那些贱奴都被你收买了吧？若非因为你，父皇怎会下定决心要废了姑？云汝，太子，你们互相撕咬的样子，真是比木偶戏还要精彩。你这凤凰的翅膀刻得未免忒大了些，倒不像是个摆件了。大有大的用处，只要这丝线够长，我能让它载着人在这山谷间飞上10里。载人？那等回了宫，云渊也让我试试这木偶凤凰的滋味。若是摔了你，我可赔不起。胡家有刺客，快护住皇上的御驾！这些人的身手绝非寻常草莽，目标这么明确，是冲着父皇去的。护驾，护住皇上！狗皇帝，去死吧！皇上，快，救驾！那是什么？神迹！是凤凰下凡了，是公主的木偶！天哪，木偶竟然能载人飞翔！还愣着做什么？刺客已被震慑，给我围起来！不许全杀了，给本公主留活口。嬛嬛，这凤凰还有这情景，和朕当年那个纠缠了16年的梦境简直一模一样。父皇，您说梦境？16年前，朕梦见坠落悬崖，也是这样一只白羽凤凰救了朕。那神女自称是云家家主，朕因此许诺，若云家下代家主是女子，便封为太子妃。朕当初一直以为救朕的人会是云家家主，这些年对云家多有照拂，甚至险些让云汝那毒妇成了太子妃，却不曾想，或许若不是云汝盗走了本该属于我的萧霜洛，这云家家主的位置本该就是我的。皇上，您都守了2天2夜了，好歹歇歇吧。公主已经脱离危险了。朕若不亲眼看她醒来，如何能安心？父皇，文文，朕在，父皇在这儿。父皇，没事便好。御医，快，御医传话！这太奇怪了，明明屋内如春，公主的指尖竟比冰块还硬。谁说不是呢？脉象瞧着只是气血两亏，可这体温简直不是活人该有的。一群饭桶，朕养你们有何用？你们此前口口声声说公主身子无恙，只是气血不足，可现在呢？为什么她昏迷不醒？为什么她的身子比冰还要凉？皇上恕罪，公主的病症实在是闻所未闻，微臣已经尽力调理了。尽力？去年秋冬时，嬛嬛的身子还没这么凉，你们半年都在干什么？朕看你们的脑袋是不想要了。皇上息怒，龙体要紧啊！传朕旨意，把这些废物的方子通通撤了。既然御医院救不了朕的女儿，就去宫外悬赏，寻访天下名医。谁能救醒昭宁公主，朕封她万户侯。你又去藏书阁了？我翻遍了所有的古籍医书，哪怕是傀儡禁术里也找不到这种情况。你的体温越来越像我了。是啊，以前是我抱着你取暖，现在咱俩抱着，像是2块冰在互相摩擦。我总觉得头晕的厉害，这天明明热起来了，我却像掉进了冰窟。一定有办法的，我绝不准你出事。嬛嬛，怎么不在寝宫歇着，
听说燕台山行刺的事有结果了，女儿放心不下父皇，特来看看。嬛嬛，你可知道，那日在那悬崖边想要朕龙玉归天的，究竟是谁？回禀公主，刺客乃东宫豢养的死士，经审讯，首领已供认是太子殿下因惧怕被废，才提前在泰山返程途中设伏。太子哥哥，他怎么敢？朕亲自教养他20载，朕的万里江山早晚是他的，他竟然连这点时间都等不及了。嬛嬛，你先回去吧。皇上，太子他已经在宗人府画押了。本来只差一点点，他就要赢了。传朕口谕：太子乔真谋逆弑父，贬为庶人，赐敬酒一杯。皇上，那太子妃云氏、云汝，原以为他会救朕的命，朕才对他格外容忍。既然徒有虚名，这般无用，也便杀了吧。云氏同贬为庶人，赐白绫，让他跟着太子一起去吧。嬛嬛，你说朕是不是老了？父皇正值春秋，征儿，他是朕手把手教出的孩子，朕虽然想废他，却从未想过要他的命，可他居然想要弑父。20年的父子情分，竟比不过那一角龙椅吗？朕的孩子里，难道只有你是真心待朕的？父皇保重龙体，婉婉会一直陪着你。妹妹，你也真是的，老大不小了，一直赖在宫里算怎么回事？女子总归是要成家立业、相夫教子的，你这样一直拖着不出嫁，外边风言风语，对你的名声可不好。二哥身系朝堂，竟还有闲心管婉婉的终身大事，真是费心了。父皇，朝宁已经及笄，这婚事万万耽误不得。况且她一介女流，手里攥着左卫禁军，朝中大人们早已颇有微唱，不如收回兵权，为她择一良婿，也全了皇室的体面。罢了，朕如今这副残躯，不知还能撑几日，就让他多陪陪朕吧。朕老了，分外贪恋着儿女绕膝的时光，那左卫留给他当个护身符也好。妹妹，太医回回都说你身子无碍，你却非要父皇去宫外广寻名医。你可知父皇如今年老体衰，你这般折腾，只会惹得他老人家徒增烦扰，实在是不孝。二哥若是觉得婉嬛不孝，大可去御前参我一本。冥顽不灵。瑞王殿下最近脾气真大，对公主说话也越发没遮拦了。他那是瞧着太子没了，觉得自己快当主子了。他这是看父皇病重，心急火燎的想把障碍都扫清呢。我当真想把这个痰直接塞进他的嘴里，看他还能不能吐出这些恶心人的话。我也想。皇上，这青田侧万万动不得啊！清鼎强占土地，还田于民，虽是美谈，可这会动了江南士族的根基，惹出乱子来，谁能担当？中尉大人言之有理，那些土地多是士族功臣代代经营所得，若强行清断，怕是会令功臣寒心，动摇国本。微臣不敢苟同，豪强侵占，百姓流离，这才是真正的动摇国本。青田一事，势在必行。婉婉，近来朕引导你阅览奏折，关于这青田一策，你怎么看？女儿以为还田于民，实乃大周万世之幸事。父皇，当初女儿在宫外流浪时，便见不少农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，最后粮食和钱都进了地主囊中，到他们手里只剩下2口饭钱。若让种地的人都吃不饱饭，这天下迟早会积怨成欢。徐大人，请留步。公主有何指教？婉婉有一事不明，你既是二哥一手作答，在外人眼中早是瑞王府的门客。今日御前议政，你为何要同意青田自断二哥的财路？臣出身寒门，深知耕者无其田之痛。臣入仕只为不问仕途。你就不怕惹怒了瑞王，落个狡兔死走狗懵的下场吗？宁鸣而死。况且这大周的皇嗣，如今又不止瑞王一个了，不是吗？公主，今儿瑞王府那边送来的补品，奴婢按您的意思全退回去了，以后都不必收了。看来那位好哥哥是真的急了。青田策一推行，他这几天在府里砸碎了不少瓷器吧？他当初想借我的手扳倒太子，如今想如法炮制，把我当成听话的木偶。可惜
他算错了。你想怎么做？这事儿不急，回头再说。云渊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公主，这位是刚接了皇榜的先生，他说他能治公主的病。公主不必请脉了，老夫只看一眼便知，您这不是病，是咒。咒？什么咒？是亲近之人下的阴毒符咒。若老夫没看错，这符咒是在公主6岁那年下的。公主此前是不是总感觉四肢冰凉？无论盖多少被褥，烧多少炭火，那冷意都像是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。是。那便对了。先是四肢冰凉，而后躯干发冷，头晕续眩，等到今日昏迷吐血，日子便真的不剩多少了。此咒名为侍女咒，施咒者会在施咒前设下禁制，不允许受咒者去做某一件事。受咒者若是做了此事，侍女咒便会自动触发。触发之后，受咒者活不过25岁。很显然，公主身上的侍女咒已经彻底发作了。先生既能看破此咒，定有破解之法。缓缓求你救我一命。若是侍女咒尚未发作，老夫上施压制。可如今公已然昏迷吐血，咒术已入骨髓，老夫实在是束手无策了。所以，本公主时日无多了，对吗？是。当真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？老夫救不了你，但公主或许可以自救。怎么自救？找出当年给公主下咒之人，你必须亲口问出他当初给你设下的禁制到底是什么。问出禁制后，斩断施咒源头，随后再亲手毁掉与禁制有关的东西。公主，皇上那边遣人来问了，说今日要过来看您。您这身子，咱们不等皇上了吗？父皇近来咳疾愈发重了，侍女咒这种阴毒事，知道了也只是平添烦恼。云和琛，参见皇后娘娘，你终于肯来看草民了。云和琛，你看清楚我是谁？你方才在胡言乱语什么？草民参见皇后娘娘。娘娘，你还是当年的模样。你爱慕先皇后？您还没入宫时，我就倾心于您。当年我在杏花巷守了您3个月，原想着去顾家提亲，可顾家嫌我是个卑贱的工匠，转身就把您送进了宫，去陪那个老皇帝。杏花巷，那不是娘亲后说过的他们相遇的地方吗？后来我去宫里表演木偶戏，只能远远看您2眼，看您对着别人笑，我这心里像被火烧一样难受啊！不过老天待我不薄，我虽然没福气娶到您，但我找的2任妻子，她们都生得像极了您。看着他们的脸，我就当是娶了您。这辈子我也算是弥补了少时的遗憾。云渊，别被他的错乱旧话乱了心神。不是这样的，娘亲和我说过的故事根本不是这样的。我娘出生书香门第，当年不谙世事，被你那些胭脂水粉、鲜花与甜言打动，她直到最后都以为你对她是情意笃深。情意？我看着她的那张脸，想的是顾家那个进宫的嫡女。云和琛，你真不是个东西，畜生都不如。这一掌是带我娘打的，你毁了她的一辈子。云和琛，我问你，你当初给云渊下侍女咒时设定的禁制到底是什么？公主，你一个高高在上的公主，怎么会知道侍女咒？不对，你不是公主，你是渊渊。你竟然回来了！你知道侍女咒了，你也要死了是不是？这是报应啊！这些年云家死掉的那些人，那个杀人的木偶是你做的？不全然，杀云家的人可不止我这一个，还有阿姐的木偶。阿柔都死了10几年了，这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他虽然走了，那个逼着你在坟头磕头到流血的徐尚书，便是当年阿姐那个木偶的原型。你看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当年设下的禁制究竟是什么？这个不孝女，杀了云家满门，还想求活！云和琛死到临头，你觉得是保守秘密重要，还是再吸一口气重要？什么？说清楚。禁制是制作木偶。我记得当年皇上放话后，你为了让我当上太子妃，日日悉心教我制作木偶。可你设下的发咒禁制，
居然就是制作木偶。从一开始，你就没打算让我活，对不对？是。你当时是云家唯一的女儿，我既想要你带给云家泼天的富贵，又怕那谶言毁了全族，所以在你踏入匠人之门的那天，我就给你下了咒。按理说，侍女咒不该发作的如此快，公主身边须有精妹作祟。先生，此话何意？与精妹相伴，纵使那精妹无害人之心，但她到底非人，每日食人阳气，万分伤伤。长此以往，公主活不久的。原来临到尽头是这样的滋味，你现在觉得疼了？当年你那一刀落在娘亲和阿姐身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死在至亲手里会有多疼？我是为了全族，我是为了云家，月月，放过我，求求你！公主这几日把从云府拿回来的木偶全烧了，连那些名贵的沉香木料也没留下。萧平亮，你站住！以前你总是变着法想往这床上爬，怎么这几日反倒跟我生分了？磨磨蹭蹭的，你在躲什么？我不敢碰你。为什么？巫医说，精妹伤人阳气。我怕我会影响你的寿数，云渊，我只要离你远一点，你是不是就能多活几年？不会，抱抱我，小双侠，你抱着我就不冷了。萧平上，月月。你把我也毁掉吧！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不怕消失了，我一点都不怕，只要能让你好起来，只要你能平平安安的活着，哪怕化成灰我也甘愿。萧平相，你听清楚，你不是普通的木偶，你和他们都不一样。这世间若没了你，这公主之位，这血海深仇，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。你乖乖陪在我的身边，好不好？别再说那种傻话。如若注定天涯相隔，不如做浮游麻衣，双染淋漓死生。好，这破书当真比我还要好看吗？萧胖相，别闹，正看到要紧处。不准看了，眼里只能有我。走，咱们去郊外放纸鸢。萧偏将，你疯了！如今是冬月，天寒地冻，谁会去放纸鸢啊？算了，随你去吧。飞得真高啊！渊渊，你也当如这雄鹰一般，从此翱翔于9天之上，再也不要被这云府、这深宫、这命数锁住。你今日怎么总盯着我看？想多看几眼，总觉得看不够，想把你生生刻进影子里。我有些困了，陪我睡会儿。好，你睡，我守着你。萧庭霜，萧庭霜，你在哪儿？听说了吗？昨日夜里，瑞王府出了天大的事儿。怎么了？瑞王殿下遇刺身亡了。听说死状极其惨烈，整个王府的侍卫竟连凶手的影子都没抓住。瑞王死了，萧霜夏失踪。不会的，一定不是我想的那样。萧幻明，你身上怎么全是伤？渊渊，我帮你扫清了障碍。
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到底去做什么了？我把瑞王杀了。你杀人了？萧万象，你疯了！你怎么能杀人呢？你是木偶啊！木偶犯下杀戒会遭天罚，会灰飞烟灭的。你到底知不知道？可是圆圆，我已经回不了头了。为什么？你以前不是最惜命的吗？你不是说活还要活1000年的吗？因为你比命更重要。我本就是你精血喂养出来的，我既为你而生，也愿为你而死了姐。你得平平安安、长命百岁才行。萧盘夏，你这个疯子！圆圆，你知道的，我这人最是娇气，一向最怕疼了。我知道。天快亮了，雷姐也要来了。圆圆，把我烧了吧！比起天谴，我宁可死在你的火里。萧平夏，你有病是不是？你凭什么让我亲手杀了你？求你把我烧了吧！只有毁了我，你才能活。传本公主令，平退移民宫所有宫人，100步之内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圆圆，我离开以后，你会为我守着这一生吗？不会。等你走了，咒解开了，我就做很多很多的木偶，我会把他们每一个都做得比你好看，然后我这辈子都再也想不起你。如此，甚好。小平嫂，你给我回来！小平嫂，圆圆，不必哀伤，这辈子的始生之事，我替你背负已经足够了。小平嫂，好啊，太医说你的身子总算是养好了。朕如今只剩你这么一个骨肉，这大周的万里江山，朕交给你，也算对得起你母后了。父皇放心，女儿定不负所托。这是谁？能葬在阿柔和夫人的身边？她与我，正如云柔与你那般。那他也是个知情知性之人。你说让我做很多比你好看的木偶，可你走后，我再也不会用精血去喂养任何一只木偶了。婉婉，这江山朕交给你了，别学你哥哥，要做个好皇帝。父皇放心，女儿明白。皇上驾崩了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总算画好了。这世间只有我与你相依为命，那你便随我娘姓萧，名霜降吧。萧长青，我想你了。圆圆，我亦甚想你。